白领的这个上班族，对，中午去买便当，搞了半小时1小时，流了很多汗，可是一进冷气房，突然之间一阵凉爽，你可能就忘了你要喝水这件事，对，然后接下来下午的会议或者是你的办公，你就觉得头痛不舒服，然后全身无力，这些其实就是你有点热衰竭。新闻幕后聊新闻，这里是由 TVBS 联谊媒体所制播的 Podcast 节目新闻幕后，我是露露夏嘉露。之前我们有在说新闻当中曾经有提到一份是成大建筑跟气候研究室的研究，这研究当中就显示说在今年大台北地区的热岛范围会更大，然后散热会更困难，而且说在未来每一年的夏天呢都只会更热，而且夏天的持续时间也会更长。我就查了一下，卫福部有个统计，6月份热伤害741例，比起去年同期多出了200多例，那到7月又更热了，说7月的第一个礼拜呢就已经有329例的热伤害的就业记录。这到底热对我们身体来说带来什么样的伤害，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预防，而且呢也还蛮特别，这个夏天就觉得说好像以前秋冬比较会流行的什么流感啊，或甚至新冠的疫情啊，这段时间呢也听说了不少，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要找谁呢？找我的好朋友为什么叫我鼻子要笑起来？为什么要笑场呢？因为你就冷笑2声。好嘛，今天知名小儿科医师黄聪宁黄医师。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聪宁医师。感谢你。你的我们合作的 podcast 你都还蛮38的啊。我刚刚没有很38。这个 podcast 你要这么严肃就是新闻幕后，新闻幕后，谢谢。帮你放个背景音乐，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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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好不好？我在我们的 podcast 也没有到38，没有，就是很俏皮，对，而且很亲切，亲切。好啦，要开场嘛。我是你们这个节目一开始讲话最不正经的来宾吧？就是因为你是我们这个节目第一个我找的好朋友啊，其他有些来宾没有这么熟，没办法。是，对啊。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聊到一点点啦，没有错。然后确实，我真的最近播新闻很有感。那老是觉得一般民众有时候对于热伤害、热衰竭、热伤害、中暑。感觉起来好像都不是很清楚，那到底是一个怎么一回事，或者是说我们的身体反应啊，我们的生理机制碰到冷或热，它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应对方式，这样子，所以就想先请你来跟我说明一下。我觉得最麻烦的是中暑这个词常常被滥用啊，你知道，只要天气热，所有的不舒服，你就会说我不知道是不是中暑了。对不对？头痛也说自己中暑，然后什么生理期不舒服也说自己中暑，反正就是好像天气一热，你所有的不舒服都很容易把这2个字贴上去。对。可是实际上啊，我们在医学上面，热衰竭这3个字，大家听起来很恐怖，对，衰竭。其实热衰竭才是我们一般应该可以讨论到的严重度。到了中暑，就英文的中暑，比如说 heat stroke 这个中暑，就是快死了，就基本上快挂了。不是热衰竭，是快挂。对，所以我觉得这有点翻译的问题，就是当医生在讲中暑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一个很严重的状态，然后我们可能在查网络上资料的时候，他就会叫你什么赶快送医啊之类的。可是我们一般民众的那个对中暑的定义又是这么的轻微，就是感觉刮痧，对，然后你就出痧就好了，对，所以你就会觉得但医生在讲什么？我刮个痧就好的事情，为什么要我送医院？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大家把名词对焦。我们一开始热的这个问题，可能有这个抽筋。抽筋也是跟热有关，热比较容易抽筋，因为有电解质的不平衡，慢慢就抽筋。然后脱水脱水就比较累，对不对？那再来就是热衰竭，那热衰竭就表示你的身体已经在大量的出汗散热，然后已经有点拉警报了。那个时候你可能会有全身无力啊，头痛啊，头晕啊，然后恶心呕吐，心跳加快，那很不舒服的感觉，这叫热衰竭。那中暑是最后一等级，就是你身体已经放弃治疗了，就是说你一直出汗，然后后来身体就觉得说我没办法了，让我走吧，然后你就突然不出汗了。当你开始发现一个人在大热天昏昏沉沉，然后你一摸开始没有汗，然后意识不清，你就知道接下来他的温度会
非常快速的上升，因为身体放弃了嘛。对对对，放弃之后，那个往上飙的那个温度，很快就会让你大脑会受伤。因为我们大脑温度超过42度，蛋白质就煮熟了嘛。煮熟了耶，大脑就开始有这个，就是煮熟的意思就是它没有办法再回来。对对对对，就像你那个鸡蛋煮熟就不会再回来的意思。所以大脑都超过42点多，不知道点多了哈，42度，我们都讲42度以上，那是几乎是不可逆的。不可逆，就是你即便让它降温都来不及。对对对对对，所以中暑为什么它是一个要立刻送医的？是因为我们的定义上面，中暑就是你身体已经不出汗，体温开始往上高。往上飙超过42，将近要42度。那送到医院之后是要用非常极端的方式来去把你的这个温度降下来。那有一种叫热伤害，我们常常也在讲热伤害，放在这个光谱里面嘛。就是刚才我讲的所有的事情，就是属于热伤害范围，从这个抽筋到脱水到。其实如果再轻微一点，就长热疹也可以算了。但长热疹就是谁不要还好啦，就长热疹啊、痱子这种也算，就跟热相关的疾病都算在内。所以在那个热衰竭的时候，也就是在那个你已经开始头痛不舒服，然后昏昏沉沉，然后你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反而要对这个 state 就是这个阶段要有警觉性，因为这个时候是拉得回来的。你只要赶快停止你的运动，或者是停止你在大太阳下的时间，然后你到阴凉处，然后喝冰水，然后补充水分跟电解质，休息一下，其实是可以改善的。是。那我们今天先讲一个比较一般人可能会遇到的状态，因为你讲大太阳，说老实话啦，除了在外面工作的工人没有办法之外，谁这个时候整天在大太阳底下面就不太可能嘛。白领在办公室的不大会。对对，好，那我讲一个比较常见的状况。白领的这个上班族，对，中午去买便当，好不好？那你就出去走走走啊。假设便当店这个很红，大排长龙，又不是在冷气房里，然后就排队。那你在办公室，你水分就可能没有摄取够，因为你一进办公室就忙，或者觉得吹冷气好像不需要，不觉得渴啦。对，好，然后出去买便当或者是买东西，然后搞了半小时、1小时，流了很多汗。然后你可能哇，今天要开会又跑回来，然后进到冷气房之后，本来你可能有点觉得口渴，因为大脑会告诉你口渴，可是你一进冷气房，突然之间一阵凉爽，然后你的微血管又收缩，然后可能你又有下一件事情，你可能就忘了你要喝水这件事，对，然后接下来下午的会议或者是你的办公，你就觉得头痛。头昏不舒服，然后全身无力，然后脑雾啊什么等等的，这些其实就是你有点热衰竭。但其实那是因为你在冷气房，你没有警觉，你刚才出去损失的那些水分跟电解质需要额外的这个补充才能补回来。所以我大概一般民众，我比较提醒的是，不要进了冷气房忘了你在外面流的汗。就今天我们难免会出门流的汗，你就记得在夏天补充水分这件事情会格外重要。而且你要知道，温差越大，你开冷气的湿度就越低，越干燥。对对，比如说今天外面是30几度，然后你室内开25度的冷气，假设，那你那个湿度，你家里有湿度计，现在到处都有湿度计啊，有的时候可能会低到30几、40，真的会啊。对，就是因为你的湿度是跟温差有关嘛，所以你不只是刚刚出去流汗这个散失的水分，你光在冷气房里面，你那个蒸散的水分也比你平常想象的多。所以在夏天反而待在冷气房的人，不要以为今天这个主题跟你无关，我们就是多喝水。然后如果你是有真正激烈运动的人，他不只是喝水，还要加一点盐来把补充电解质。对对，所以大概。这个概念就是多喝水，然后如果这个有加点盐，就是有运动流汗特别多人加点盐巴，这两件事其实你记得就不太会有你刚才讲的这么严重恐怖的事情，不会啦。你刚刚讲的状况确实我们就一般白领上班族最容易碰到一个情形，但虽然大家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在办公室里头，但有时候6日要带小孩出去玩，还是会碰到在户外会曝晒的环境嘛。在那个状况之下，是不是也有一个临界点，就是如果到什么样的程度，身体的反应到什么样，我们就应该警觉了，然后我们应该做什么反应？预防胜于治疗所以刚才讲我这边就几个点给大家稍微做个笔记第一个就是不管你带孩子或是带家人出去，你不要在
这个里头恰洋洋的中午的时候大概这种12点到下午2点这种时间还是避开一下，不要进行高强度的运动那第二个就是穿衣服大家现在都知道可以透气的衣服，浅色的衣服，然后有助于散热。不过不要过度的相信排汗衣你在玩山铁你可以知道你其实排汗衣不见在台湾的气候，它可能相对于一般棉质的衣服稍微好一点点，但它就是也只能做到那样。对对，不见得说我今天穿了厉害排汗，我就给他大中午跑去运动，反正汗就是没有，这才其实不见得。所以就是穿透气，然后浅色的衣服，浅色就把那个肤色会有。就前阵子有一个研究说白车比较省油就是因为白车它冷气的那个比较不那么耗电对所以穿衣服也是一样，浅色的衣服然后第三个我刚刚讲就是要多喝水然后电解质充足。如果你今天是像你一样是去运动的，那这边有个数字给你参考，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每1小时的跑步或者是骑车，你要补充500到1000 cc 的水，很多每1个小时你如果是骑像我这种大咖，我就500就好像你这种骑超快的就要1000。没有这个天气随便出去再骑怎么慢，一下子就是一身汗，用滴的那种。对好啦，所以跟你爸爸八嘎当然没什么关系就是你的排汗量所以大概500到1000那如果是这个盐巴的话，就是每1000 cc 你可以加1小匙，就1小匙的盐巴那这个给那些运动员或者在大太阳底下工作的人，这是一个基本盘。他非得要，他没有办法，就是得要在那样的环境下曝晒一段时间。所以很有趣你看我们在讲说每一个人每天吃的盐分不要太高，对不对？讲心脏病的时候，对。可是你看这些在太阳底下工作的人或运动员，他每运动1小时，他就要补充1匙可能就已经是0.5到1克，很咸。所以他在那边运动3小时，他就已经吃超标了所以我觉得那个盐分的那个摄取量是参考用。那你如果都没在运动、没在流汗的人，大概每天吃几克的盐，那个就每个人条件不一样。对，可是像运动员或者是在这种，他们其实在太阳补充盐分，再加上平常在家吃的，一定都超过那个标准，那是 OK 的。对，你刚刚讲到就是里头恰牙牙的时候，不要在外面玩的这么夸张嘛可我跟你讲，有时候真的小孩玩起来没有办法克制他。我们家前阵子就是小孩跟着别人家的，就是别的家爸爸妈妈带着这样一起去海边然后妈妈就传讯息给我嘛，就看我们家小孩现在干嘛。我真的觉得妈呀，有够晒的。可是他们玩起水来根本没有在管那个太阳。对，我就在想说如果像这种玩起来疯，然后又在高温曝晒的环境对，又在海边，又自以为觉得凉，有没有可能身体开始出现什么反应的时候，家长就要警觉？有的时候小孩自己玩就玩的没有感觉，或老人家有的时候对于自己的不舒服，他们觉得很能忍耐。对，他不知道已经到了那个临界点了。小孩比较容易分辨，是因为他就会开始累然后他就会开始发脾气所以其实小孩比老人更容易分辨那你就看到你小孩开始就是玩的整个人开始有点臭脸，或者是开始就这种不想玩，其实那个时候你就说 OK， 那我们到旁边休息一下。但老人家就麻烦因为老人家可能他本来就活动量没那么大，对，他就安安静静坐那边或者是所以就你很难观察到所以很多长辈像这个之前日本也是有很多人就是在家里热死那就是因为可能日本人独居老人也多，然后他们又硬扛，就是说喝冰的对身体不好然后就大热天还要喝热茶或者他们觉得要省电，怕冷气一直开很花钱。我们家老人家有时候就这样我就跟我奶奶讲说，一定要帮我开个冷气好不好，你这里面这么热。对，所以我觉得老人家不容易判别。那尤其他如果他就是平常也不太讲话的那我们就只能主动的去让他补充水分。我再说一下啦，其实我也不要污名化热水热茶在运动员或者是在一些研究当中，你补充进去的水分不管是热的还是冷的，其实对你的
这个热衰竭或中暑都是可以预防的。所以如果老人家真的想要喝开水，喝温开水的话，你就让他喝吧，但是就是那个量要够，重点是那个量要够。好，那老人家又来了，他可能有些说这个怕那个尿失禁，或是怕找厕所麻烦，对，然后又就是他们会想很多，对，所以我想今天只是提醒大家说，当你身边的家人叫你喝水，就跟小孩一样对不对？你就劝小孩喝水就很烦嘛，劝长辈喝水当然也有一些阻力，但是没办法，我们就是得克服那个阻力。如果你是有陪伴的话，你就是让他有喝水就好，这样才不会说他已经懒懒你又没发现。对，是不是讲到小孩或老人啊，不同的年龄层，然后对于这种高温的适应力其实差别是落差很大的。我还因为这次要做这个题目嘛，我还看到有一个报道说孕妇好，孕妇在对于温度的调节能力也比较不好，好像说是到了某一定的孕期，如果常常在比较高温的环境，还会增加死产的风险，就是每一个人的体质状况在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嘛。讲到这个之前，我刚刚有一个忘了讲，刚刚讲3点，我就忘了讲第4点，还提醒一下，就是喝酒更容易热衰竭。喝酒啊？是，所以你在大热天在外面，大家不是就是喝啤酒吗？对，不见得是好的选择。当然，你还是把水分喝进去了啦，但是就是不要喝酒。所以以前有那个广告啊，工人在大热天工作，然后来个 Hodala 之类的，其实那个对他们是反而是不好的。有一些提神饮料里面就有酒精成分的那种，不行，尤其在这种天气里。是提醒大家，好重要的提醒。好，那至于讲到孕妇，那是你脚本上贴的吗？对啊，我就有看到这个，我想说还有这个哦。是啊，这几位我们现场还有这个工作人员，你们看过这个研究吗？没有对不对？没有对不对？这个房间今天50个人，只有我看过这个研究。所以你有看过这个研究是？就你看的结果，你看的迷迷冒冒，原文的，还有查半天，增加你的知识含量，增加我的知识含量。这真的是台湾的研究啊，台大公卫系做啊，他是用这个22769个这叫什么死产 stillbirth 死产嘛，对你这个死产风险对，那是2009到2018，所以一共10年之间这么多。好险还真的让你有找到这个研究啊，不然呢就是没有乱写。对，所以其实是当然他是资料库捞的啦，他并不是说某个医生去我个人的经验这样，不是，他用资料库去捞，不然怎么捞得到这么多？然后做一个数据的分析啦，那简单来讲就是他把那些死产的月份跟那个时候的温度去做一个比对，然后就发现说在温度比较高的月份，它的死产的数字会比较大，那当然还要除以分母啦，因为你那个月怀孕的人有多少人嘛，所以他们是用这个比例去算。那我就跟大家报告了，所谓这个高温其实也才29度了，也还没到30。对啊，那他就是说如果在20到22度之间是标基本盘的话，那么如果那个月的气温是29度的话，它的死产几率会增加18%。不少呢，是不少啊。其实看起来也是蛮有意思。好，那我的问题就来了。对，哪一个孕妇可以永远保持她怀孕的第3孕程都在20到22度？那我可怜。你就是每天窝在定温的那种冷气。对啊，我觉得这是个好研究。但是它背后是什么原因还值得探讨因为你不太可能这么理想化，以后每个人怀孕家里的这个气温都固定，不可能嘛。但我们自己今天就是怀孕的时候特别怕热，然后总觉得体温特别高。当然对啊。第二，他们真的增加死产的原因只是温度吗？只是温度，我承认看起来是很有相关，对，但只是温度吗？会不会是因为在那个月份怀孕到第3孕程的人都特别喜欢喝冰冰的手摇饮？我随便乱讲，我没有要污名化的意思，就是有其他的变异的因素，对不对？天气的时候你喜欢干嘛？对不对？可能喜欢吃冰棒，吃冰淇淋，对，还是天气的时候脾气特别不好，常跟老公吵架不晓得啊，就是天气的这件事情增加死产的几率，这背后到底是跟热有关？对，因为我刚刚我们也讲了，29度也没有热到要人命的感觉嘛。好，所以这是我第2个疑问。那显然
作者都有提到啦，你知道研究最后都会说这个研究有一些还不晓得答案的就会写这些嘛，有一个但书在那边第三个就是那你要跟全世界其他地方比嘛，有一些地方研究也是天气热死产多有些地方就没有啊，是，所以就很难说。但是是不是真的小孩子尤其年纪小的跟上老人家在这种高温带来的可能伤害是要特别注意的嘛？这倒是对，因为体温的调节其实年纪大的人体温调节是更不好，所以他那个温度的一热或一冷，你知道很多长辈在冷天其实也很辛苦，在热天很辛苦，那小孩当然也是，对，小孩尤其小孩。你刚刚讲一些反应，我突然想到，有时候跟发高烧也有点像就是如果说昏昏沉沉没有精神，那小孩如果是真的破杯生病发烧，那会不会造成一些这样在第一时间判读上面的这种误判？就一样小孩真的看精神活动力就好，对，所以小孩是最简单的。小孩发烧也是会昏昏沉沉，对啊，所以你看我们每次在讲说，一个小孩子如果昏昏沉沉，你就给他吃退烧药，然后降温之后还是昏昏沉沉，你就赶快送医嘛。好这个刚刚讲你说在外面跑跳跳的小孩也是一样嘛，在外面追赶跑跳的耶尖叫很开心的，你就知道他目前还没有要热衰竭的意思嘛。看他开始懒洋洋，追也追不动，跑也跑不动，然后回来说妈妈我心情不好，你就知道他有点问题了嘛。那所以这个小孩反而比较好解决，长辈真的很难。你看长辈有些甚至不烧他生病都已经很严重了，他不烧甚至还低体温的，所以变成长辈，而且他如果常常就是活动量本来就很低的，你根本看不出他今天精神好精神不好。对，要很敏锐的陪伴的家人。对，有时候那些家人跟你说觉得爷爷今天怪怪，你还觉得他大惊小怪，但他可能从爷爷的某一些小就是说他以前这个吃东西之前他的什么动作表情，然后他今天不一样，你就要那个主要照顾者他是最敏锐的。所以你刚刚讲到生病发烧或者是热衰竭，长辈都值得我们要更敏锐的观察。哇，那真的对于一般在身边照顾的人来说也不容易耶，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因为有时候差别都在非常细微之间。对，而且我也是前几天有看到有一位医师就是在网络上常常也 po 一些文章，他有在讲到说天气热还会出现其他的发炎反应，甚至会比较缺血，然后说因为血液会变比较浓稠，那因为是缺水的关系吧，对不对？对，所以会说对肾脏来说也会造成负荷，甚至还说会提高中风的风险。那我那时候看到这篇报道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说，我几天前也播到一个新闻，那个画面真的是有点印象非常深刻。他就是一个阿伯吧，骑摩托车要去买面，然后他买完面之后呢，把那个面一拎到他的摩托车上，人一跨上去没有多久整个人就定住了。他那个定的感觉真的是被点穴一样的那种整个定住。然后老板娘看到吓一大跳，想说你到底怎么了？怎么叫也都没有反应，这样子就去叫警察来。然后警察那时候一直摇他都没有办法反应。他们是整个人这种骑摩托车定在那里的那个形状，然后硬是把他手搬离开龙头，这样整个这样搬，然后搬上救护车的。然后也说跟热有关，说有可能是中风。是真的，是真的。就是说我们中风有分2种嘛，一种是出血性，一种堵塞性的。出血就是血管爆掉，啪这样，就是血管出血性。那阻塞性的就像心肌梗塞一样，就血管堵住了，然后那块大脑就缺血嘛。对，然后可能你塞左边，你就右半边不能动；你塞右半边，左边不能动。那血管里面就是水分嘛，血液嘛，水分。所以当你脱水的时候，那个血管里面的液体就变少。对，所以它的那个管径血管的这个直径就变小了嘛，因为水分变少。假设你今天有个血栓，它可能已经游到那儿了，或者它已经快堵住了。这时候你的水分一少，血管一塌，它刚好就塞住。就像是如果今天这个人生其他的水管很难定义，反正就是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啦。本来那个大脑的血管已经快塞了，因为脱水，然后它就真的整个塞住。那一整个塞住，你那块大脑的细胞通通都没有得养分。对，那它就定住。你刚刚讲了，它就是要倒了啦，它基本上要倒。所以在球场上也蛮常见的。
现在中年大叔也都有在运动，对对对，那有的时候就是天热或者是水分补充不够，盐分不够，然后到一半突然之间运动就中风。对你这样讲，我也突然想到，我们在过去啊，新闻当中总会在季节变换之间，或是尤其冬天很冷的时候，会说特别提醒老人家有心血管疾病的，在很冷的天气要特别小心保暖，要不然可能会有中风的风险。但是现在也才真的知道，热也会，不是只有冷，对，冷跟热也会都会，对。所以我觉得这季节啊，跟我们过去就是天冷天热，跟我们过去所以为的那个连带关系，现在都有一点不大一样。例如好了，因为反正你也常常跟大家做宣导，什么疫苗啊、新冠疫情的时候，流感的高峰期，小儿科才最常碰到这些。我也印象当中，以前说流感高峰期或是这种传染性疾病的呼吸道融合病毒什么什么的，好像都是秋冬或季节变换比较冷的时候是盛行。然后今年夏天也超怪的。然后那个 CDC 一直出来呼吁大家新冠又出现一波高峰啊，然后上个礼拜怎么样多少病例啊，甚至重症什么什么之类，感觉起来就也跟以前的经验不大一样。不过这个跟这我不认为有直接的关系啦。几个大家要了解是，第一，我先讲今年最大的问题是免疫负载啦。就过去这一年流感都没有停过，是因为免疫负载，跟冷热没有关系。那免疫负载就是疫情的2年，我们都没有流感嘛，身体的我们流感病毒主要是有3种，其实本来有4种，因为疫情就有一种就没戏唱了，对，真的，我不是开玩笑的，就没戏唱。本来 A、B、B 有4种流感病毒嘛，那 A 我们叫 H1 跟 H3 嘛，然后 B 型有一个叫维多利亚嘛，一个叫亚麻嘎达，就3型猪。3型猪大概就是没饭吃了，就疫情大家都戴口罩，然后社交距离，然后没饭吃，就后来就不见了。所以世界卫生组织说，怎么疫情送我们的礼物，流感从4只变3只，自然消失。所以之前才有一个新闻说本来今年开始世卫组织就说，其实我们流感疫苗可以不用4剂，用3剂，就是用3价流感就回到3价就好。但药厂就没办法说我们都已经做完了，你这样讲太慢了啦。所以也许明年我们的流感疫苗从4种又变回3种。是，当然也有一些专家说世界卫生组织你也太乐观了吧，他只是躲起来而已，搞不好以后又跑出来，我们不晓得啦但我要讲的只是说那段时间因为这流感病毒都没地方去，然后我们人的对于流感病毒的这个抗体都慢慢就不够用了。对，所以今年是很少见的，从去年夏天一路流行到了冬天，一路到春天，现在到夏天都还没流行完。就一轮流来嘛， H3 完，然后 H1 来，然后 B， 然后就是3种一个轮流来。所以才会让我们觉得说怎么这今年流感没停过。对，而且怎么会天气这么热还有。对，那个其实是因为免疫负载。所以免疫负载影响这么强哦。对。而且这件事情其实在疫情当中大家就用数学模组已经算过了，所以那有算到大概什么时候？那时候就已经讲了，就是大概会免疫负载1年。1年那快差不多几次？差不多啊，就今年大概这3种都流行完之后大概会回到以前的流感的样貌。好，这第2个我要讲了。我们都以为流感只有冬天会流行，那是因为美国的流感都冬天流行，但在台湾不一定。热带国家根本没有季节性，所以你如果去看新加坡啊或马来西亚或越南，他们流感1年4季都有，没有在跟你季节性，他们也没季节嘛，他们1年4季如夏，所以没有差的。是高纬度国家才会说流感就是个冬天的病毒。我们介在中间，我们就是在北回归线上，所以我们有一点季节性，但也没有一定要有季节性。就是大部分好像有点是在冬天流行，但也不是没有在夏天流行过哦。所以大家也不要就是好像很惊讶，这个好像什么了不得的事，但其实在台湾本来我们就不用期待每一年流感都只有冬天会来。那其他病毒更不用说，像新冠。对，我也想问新冠就是要每个人都得完它才会停嘛。现在好多已经得了2、3、4甚至更多。所以现在就是还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还没有得完嘛。因为我们台湾
这是第几波我有点忘记，我已经第6波、第5波、第6波嘛。对，所以也不要去想说这个是不是又有什么突变的？我知道大家就是想说啊，是不是又新冠又突变呢？又突变。我的 podcast 不是我的那个 YT 不是之前做新冠系列嘛？我最后一次更新是2022年，这么久以前啊，11月还是12月，快2年了。我2023年一句话都没有讲。因为就没有任何变化就对了。对，因为我该讲的都讲完了，没有需要更新的，都跟我当年讲的一样，也没有什么新的事要告诉大家，就是长辈很可怜，要一直打疫苗，就是年轻人跟小孩，你们得过了就这样就结束，那以后你还会再得，就是这样，那可是就是长辈很可怜啊，因为他们的身体对于这种从来没见过的病毒，他没有办法建立太好的免疫记忆，所以长辈现在如果又要再聊新冠，我就说我已经讲了100遍，但还是再讲一遍，一样的话，对，就是65岁以上，你如果半年没有打疫苗，你就去打；75岁以上，如果你半年没有打疫苗，你就去打。那如果说有慢性病的，那你也是半年没有打疫苗，你就去打。我们在理解新冠可以跟理解流感一样吗？未来不会未来不会啊。对，但现在有点像，尤其对长辈而言。好，我先讲未来啦。未来新冠就是大家现在有人得到第2次、第3次的时候，你就知道没什么感觉了嘛。所以未来它可能就会是一个稍微有点感觉的感冒，但是你可能3年得一次，2年得一次，3年得一次，病毒的突变速度也会变慢。因为大家都得过之后，它没有办法再突变那么快了，对，所以它的突变速度会慢慢减缓，那最后就会进入到像比如说腺病毒好了，类似啦，我随便举例啦，或其他的冠状病毒，就是2-3年大家得一次，也不太会害怕。对，那长辈就是还是一样，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因为我们不晓得长辈到底要打多少剂疫苗，他的免疫记忆才会说好啦，我知道了，以后这个病毒来，我不要那么反应那么大。所以目前为止，大家就是乖乖去接种。那个我要特别要替长辈提醒，就是快筛越来越不准，我不知道为什么啦，就是在成人的急诊跟成人的感染科或者他们交病房有特别发现，因为你看现在重症都是长辈嘛，对，都90%以上都是长辈，然后85%都没有打追加剂的疫苗嘛，所以你看人家的数据就跟我当年讲一样，我就说长辈要打，然后你就是追加剂要补嘛，就是讲的就是都同样的事情。那人家也看到你的死亡的个案，通通都是长辈跟没有打追加剂的嘛，所以就是大家就去做。那他们在急诊的或者是成人科的发现，常常这些长辈有快筛过，可是阴性，没筛出来。对，然后等到下一次进加护病房的时候才用 PCR 抓到，所以就错过了服药，因为我们知道新冠有药嘛，对，那你错过了黄金时期就没有对，所以有点麻烦，就是快筛不是很准，流感也是，长辈快筛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是很准，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戳的不够大力还是真的就是敏感度不够，比如说他们的细胞比较怎么样，所以就比较难抓到抗原。我不晓得，我真的不晓得，但我只能说不要因为一次快筛没有你就觉得以为没有。如果长辈真的那个咳得很夸张，或发烧或不烧，就是精神很差，你可能再筛一次，第2天再筛一次，或者是你就要警觉，不如就预防性的投药。对我们感染科医师都觉得 OK， 因为抗病毒药不会有抗药性，所以你就宁可做了，宁可比如说北北怎么会就是这么的不舒服，虽然快筛阴性，但是最近在流行流感跟新冠，不然我们先吃预防性，就是当做流感吃药，或当做假设周边有接触者，一定要仔细的问，有的时候你就筛他身边的人，同住的家人，你也生病是不是？筛你，搞不好筛年轻人会中啊。那你筛了年轻人中，你就知道北北跟他是同一个病毒，你就赶快投药。对，我现在这都是没有标准做法的因为这太难，这个有点 case by case， 而且这也很新发现的状况。对，所以只能说大家问诊要问到。假设医生很啰里吧嗦一直问说还有跟谁住，有没有谁有症状啊，那个人这个有没有跟，你不要觉得医生啰嗦，
把那个有症状的人带来筛，搞不好救了阿公一命，救了阿嬷一命，说不定。那最起码我们今天这集听完了，知道很简单，就是在天气热的时候，反正多补水，有需要的时候再加点盐。对，在这样的天候状况里头，你要避免热伤害，这是最基本的啦。对，然后尤其对于白领在办公室常常吹冷气，你也不要忘记这个还是很重要。没错。好嘞，新闻幕后聊新闻，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现在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喜欢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聊新闻，欢迎订阅，并且在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给我们5星评价。有任何想要回馈给我们的想法，都可以在留言区留言给我们哦。今天非常感谢黄聪宁医师，谢谢大家时间，我们下次再会，拜拜。